一路。王爷，看上去你很吃惊啊。在下没想到王爷会亲自前来。那你知道我带你去见什么人吗？不知道，但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否则王爷不会亲自出马。他确实一点都不普通。内务府侍卫统领伊尔根觉罗穆青，绰号门三刀。有劳。知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不知道。近20年里，江湖上最可怕的杀手有哪些？这近20年，江湖上没什么惊世骇俗的杀手，但若以最可怕、最骇人听闻的，那就是前妻了。难道刚才那个人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前妻不该是这样的？我只是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前妻啊，本不该在江湖。其实，她是内务府培养出来的杀人机器，专门执行密杀、暗杀。光绪7年，和慈禧一并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死因成谜。就在那年，她从内务府逃走了。3年之后，江湖突然出现了前妻这一号杀手，出手凶狠，绝不落空，且价钱奇贵无比。他做过的案子我倒听过几桩，若不是以讹传讹，他的手段确实非比寻常。也就是10年前吧，有人寻仇，因为没有找到前妻，把前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杀了。前妻受了刺激，精神恍惚间，又遭到了仇家埋伏。受创后，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他现在这样，还能继续杀人吗？能杀，比以前更干净利索，而且更贵。不过，他收到的所有的钱会直接烧给他的妻儿。原来如此。你笑什么？我在想，若是他杀了门三刀，我们省去一个麻烦，是好事儿。但若他被门三刀所杀，也算是种解脱，还是件好事。你认为前妻杀得了门三刀吗？我们刚才见他的时候，他虽然表面上慢吞吞的，但实则并不钝。但面对门三刀，我认为没有十足的胜算。其实，我并不指望前妻一定杀了门三刀，只要他出手，能阻止大内侍卫追踪你们的步伐，让你们少一些纠缠，
尽快的到山西也就可以了。哎呦，这都等您半天了，赶紧走吧。于焕杰，荣天岭的大师兄，比卓不凡整整大6岁。卓不凡刚刚拜入到荣天岭门下时，还是你这个大师兄负责教他门规，教他入门见识。可你没想到，原本跟在身后的小屁孩周不凡，短短10年便从一个不起眼的师弟，成为了荣天岭的第一高手。剑法修为上，连前任掌门你们的师傅都已经远远胜过，更不用说你这个大师兄了。所以最终2师兄成了新掌门，而你这个大师兄只能成为当年小弟的手下。你们一个小小门派想闯出点名堂来，难之又难。你们师傅历尽艰辛，穷一生之力，才在岭西建起一座总坛。可投奔而来的人寥寥无几，数年来始终经营惨淡，入不敷出。到了你们师傅过世，荣天岭整个已经是个烂摊子了。不得已，卓不凡只好将总坛租出去，给一家酒厂做作坊换一些租金，才能勉强让门人糊口。你们一行门徒也只好在这些年游走四方。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我来告诉你会怎么样。荣天岭若是飞黄腾达了，卓不凡就是一代宗师，成就不逊于开山鼻祖的伟业。倘若你们门派就此沉沦，那卓不凡便是末代掌门，成也好，败也好，能被人记住的始终只有他一个。而你于焕杰，纵然再是大师兄，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子罢了。没有人会知道你，没有人会记住你。你们是想收买我？一个人若是还有点被利用的价值，就说明他活得还不算太失败。要是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那就真是失败到家了。要是你选择跟我合作，你这个荣天岭大师兄的未来可就不一样了。强大的日本帝国支撑下，一个小小的帮会崛起又算得了什么？我可以助你登上掌门之位。你们想让我做什么？你要是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那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照经坛秘藏。不行，
行不行的，你现在不用回答我，反正你们也还没找到呢。于焕杰大师兄，今天我说的话，希望你回去认真考虑。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在净坛秘藏现世之前，我的承诺始终有效。大师兄，你去哪儿啊？我带兄弟们出去吃一吃，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清楚吗？这外面都是日本人和内务府的人，万一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万哪那么多万一啊？那你现在忍一忍不行吗？非得在这个时候出去干嘛呢？我想什么时候出去我就什么时候出去，用得着你管我？何不凡，你别忘了，我是你大师兄。不怎么，我现在出去走2步，你要说3步。好，咱们不说这个了。你现在赶紧收拾行李，咱们即刻启程。启程？这大半夜的启程去哪？我们本来就是要赶往山西，再加上你跟兄弟们出去吃了一顿，一旦被人发现了行踪，早点走，免得有后患。啊，行，你是掌门，你说什么是什么。让开呀！我去换套衣服。快点吧。卓不凡和荣天岭一行，昨天夜里悄悄地离开了。他们是一路向西，我派出去的人跟踪，但是他们出城不久，就进入了一片林子中。这林子雾气太重了，荣天岭一行走得又太快，结果跟丢了。是，但从方向上来看，他们依然是朝着西北的方向而去的。要么我再派一些人手跟着，应该还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卓不凡不是寻常人，跟得太近了就会暴露，跟得太远了就会像昨晚一样被甩掉了。行了，退下吧。何太兄，不要再派人追踪卓不凡了，即刻发函通知江苏、河南、山西各地衙门，让各府衙的人密切关注和监视荣天岭一行的动向。穆青兄这个法子好，就算卓不凡他们一行行踪再隐秘，除非不吃饭、不喝酒、不住店，要么必然露出马脚。卓不凡和荣天岭一行的下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凭他们是我要抓的凶犯，凭我是大沽县衙捕快。大沽县衙呈报的9命血案，刑部早已下令给直隶厅，除了内务府外，任何人不得插手。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为什么就不听呢？哦，干嘛？刑部的文书啊！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你怎么会没有？王地宝，又跟我来这套是吧？今儿还真赶巧了，我还真就带着内务府的公函。看仔细了。则各地衙门系全力辅佐出此函之事为查办案件。这下看明白了吧？看明白了。但是此函上只写了让各地衙门来配合你，根本没有提到大沽客栈9人命案，甚至都没有提到大人办的案子是什么，恕在下难以从命。王地宝，你是不是非要将荣天岭赶尽杀绝，又或者将自己这条命断送掉，才肯善罢甘休啊？我不是要将荣天岭赶尽杀绝，我只是要缉拿大沽命案的犯案者6人，这6人中包括唐宇在内，有4人已经被我手刃，是因为他们拒捕抵抗，现在只剩下于焕杰和秦铎。卓不凡作为掌门，难辞其咎，也要一并拿下。我只缉拿这3人，其他人没有涉案，我自然也不会穷追不舍。
就你，那于焕杰和秦佗是荣天岭的大师兄和三师兄，早已是江湖上成名的高手。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剑法绝顶的掌门卓不凡，就你一个人，你能拿下谁？你这股子千里追凶的劲儿我很欣赏，但你这种不顾实力悬殊的以卵击石，着实令人可笑。日前在租界围杀，若不是我出手相救，你早就死在卓不凡的剑下。多谢大人。但我说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定要追查下去。你脑子被门夹了吧？你说什么？荣天岭是江湖剑派，是帮会，更何况他们背后还有一只巨大的黑手。你再这么纠缠不清，他们要是掉过头来对付你，该怎么办啊？你不也在追击他们吗？你跟我有什么可比的？我是内务府的人，我上面有人，我有路子，背景硬。除暴安良跟背景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我出事有内务府罩着，你出事了谁管你啊？我秉公办，除暴安良，维护公义，无需人来罩我。迂腐。小小衙门，小小捕快，你该做的就是维护秩序，秩序跟公义是两码事。真是不可理喻，一介草民还想着什么除暴安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如果真的要追击卓不凡，就到我手底下来做事。多谢大人，在下已经回答过你，待我将大公命案全部了结之后，才能做其他打算。王地保。难怪你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地保，你根本就是一个杠头。为什么要那么执拗啊？做事情就不能学会变通变通？是非曲直，缔结奉公，又何须变通？而我只是区区的暴兵公事，又怎需去理会所谓的变通之道？我欣赏你，看得起你，你如此不识抬举，你得罪我有什么好处？穆青大人，在下不怕得罪你。是啊，你当然不怕，你怕什么呀？你什么都不怕。不怕得罪阁下，是因为阁下是君子。大人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我只是个不入流的借业捕快。我之性命，在你眼中如蝼蚁一般，但是穆青大人却救下了我。如此见得，在穆青大人心中是有公义的。哼，都是宁得罪君子，君子就越来越少；莫得罪小人，小人就越来越多。天行健，地势宽，君子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啊？我。是荣天岭的，他们没那么大胆子，这也不是荣天岭的暗器。日本人，也不是东瀛的暗器。多谢。前辈，
刚刚那人为什么要杀你？你的伤得赶紧处理一下了。大夫说你3个月不能动，现在才第2天。没事。你伤得太重了，依然无力回天。红莲相依，混如醉；百鸟无言，定自愁。古木奇兄弟，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去见你一直思念的妻儿。你怎么来了？我在洗澡呢。你究竟是什么身份？身份？什么身份？还想骗我？我已经查明，大沽客栈死的那9个人，都是同盟会的反贼。所以，你也是他们的同盟，你也是同盟会的反贼乱党。不是，我只是没有跟你说全部的实话。在大沽客栈被杀的那9个人里，确实是有同盟会的人，但是其中只有2个是，其他的全都是我的亲人，他们是在日本经商留学的。那2个同盟会的人跟着我们，只是为了利用我们来掩饰行踪。我家里人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大的危险，哪知道会被连累的丢了性命。我不是什么同盟会的人，更不是什么乱党。既如此，为什么跟着我来上海？是你说过你一定会帮我抓到杀害我家人的凶手，是你说你要给我一个公道的。你撒谎！在到上海之前，你我就已经分开了。就算你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又怎么可能知道具体的地点在法租界的麦岐路？更何况，连我都不知道卓不凡一行寻找的什么接头人是在法租界麦岐路的咖啡厅，而你偏偏出现在了那里。就是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同盟会的人？我是在日本留学的，我当然知道同盟会，我同学也有在接触同盟会的，但是我不是，我没有。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麦岐路的咖啡厅？别跟我说那只是个巧合。我确实是在回国的船上听到了那2个同盟会的人提起过麦岐路的咖啡厅，当时我没有在意，直到上次你说你要来上海查案，我才想起来。初3那天我到了上海，我就去了那个咖啡厅，我只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那个同盟会想要见的人。你为什么要去见同盟会的人？我只是想要知道
我的家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惨遭毒手的？你觉得我信你吗？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一路以来都是我跟着你的。如果我是同盟会的人，我应该躲着你才是啊。在葛姑的时候，请这位差爷去我房里好了。你去客栈没有地方住，是我主动让你去我房间住的。到了天津，你让我走，也是我一路悄悄地跟着你。如果我是同盟会的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有必要如此吗？从一进门开始你就拿刀对着我，一开始你就不相信我。诸多巧合，让我怎么信你？你不用信，反正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举目无亲，我根本无路可走。皇帝宝，我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你动手吧，送我去跟我家人团聚。赶快把衣服穿上。当日我在麦吉路，你难道没有发现我？我看到了，但是他们把你带走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你。你还留在上海住在饭店，是要干什么？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啊，我家人都不在了，我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不信我？好，好，你砍啊！你赶快把衣服穿上。刚刚那一刀你毫无反应，我信了，你就是个寻常的女子。你不杀我，就带我走。带你走啊？反正你不带我走，我还是会跟着你。林姑娘，我是追凶，不是游山玩水。我怕你吃不了这份苦。从天津到上海，这一路我都过来了，你还怕我吃不了苦？不行，你一个姑娘，我带着多有不便。转过来。林姑娘，你已经穿好衣服了吗？你转过来看着我。男女授受不亲。林姑娘，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要么杀了我，要么带我走。林姑娘，我是不会杀你的。那你就带我走。现在不行，我还不知道卓不凡他到底去哪儿了。那你现在去查，我在这里等你。你查到了就回来带我走。我会去查的，我会去查。你自己当心点儿，等我消息。好。他走了。很好，你现在有机会再一次接近王地宝。你认为他还有价值？有，他非常有价值。就在几天前，我还在轻视这个王地宝，但现在我认为他绝不可小觑。从租界围杀那天的情形来看，门三刀和王地宝很有可能就是一明一暗的在追击卓不凡，寻找金坛秘藏。只要你跟着他，一定可以收获重要的线索。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王地宝现在应该是去和门三刀见面了。您是认为门三刀掌握有更多的线索？所以你要从王地宝那儿把他知道的线索都掌握到手。来，好。老板，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再买到票子？啊，姑娘，侬是要到哪里去啊？山西，我刚去过车站了，说是明天、后天、大后天的票都卖完了。啊，那侬换一趟车，过2天再走好吧啦？我有急事儿。啊，有急事的。哎，不要着急，俺来这个地方啊，有好多搞票子的，说不定手上就有票子。这样，一会儿我去帮你问一下，好吧？多谢。哎，不客气。侬要是再黑洞，侬这手帮子啊是没办法保到老了。困了早浪向不要黑动不动啊，不然的闲话啊，就是下趟姨过来，也救不了侬了。年轻人早点困觉，吃好点啊，多吃点水果，苹果、香蕉、葡萄侪可以的，海鲜都不要吃啊，酱油也不要吃啊，蔬菜新鲜蔬菜。庸医。卓不凡和荣天岭一行昨夜已经离开了，他们是一路向西而行，我们派出了手下跟踪他们。啊，他们出了城，进了一片树林的，向西而行。那这么说，他们现在大声点，大声点。那这么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走出上海地界了吧？啊，差不多。我猜呀，他们现在应该到了江苏一带了。好了，已经走了。穆景兄啊，你说这王地宝能找到卓不凡吧？这个小小捕快能从天津大沽县一直追到上海，6个凶犯被他砍了4个，连我都未必能做到。这种能耐能小事吗？确实令人惊奇呀。这查案追凶啊，虽有技法可循，但终究是有天赋者能为之。这个小地宝有他的独到之处，让他先去试一试。我信他能找到卓不凡，追上荣天岭一行。那这样，我派人只跟踪王地宝就行了。没错，让他追去吧，我们好好养精蓄锐。你找到他们的下落了？是，我答应过你，找到线索就会告诉你。你答应的是找到了带我一起去？不是不想答应你，是都有不便。你又不方便了。你不带我，我自己也会去的。既然你不方便，那我们就各人走各路。我不需要你因为可怜我才带着。方便，方便。好，那我去收拾一下，你进来等我吧。我就在这儿等你。林姑娘，那咱们可说好了啊。我带着你去追凶，但路上我找到荣天岭一行的踪迹，去抓人时，你必须得老实听我安排才行。好。
我已和王地保向西前往江苏追踪卓不凡。掌门，再往前走不远有一家客栈。哎，这赶了一天路，终于可以歇歇脚了。我们继续走，不停。可前面还有好远的才能有落脚的地方啊！走，走，累死算了。不凡，我养的虫儿闻到这周围有特殊的陌生气味，应该是附近有跟踪我们的人。停车！大师兄，你先带弟子们休息一下。金铎、王醒，跟我来。哎，走。这。太好了，咱们正缺马呢。那几匹马不能留。师弟，你留着他们的马，不就等于给他们留线索了吗？掌门，这是日本人。一会儿叫大师兄他们过来，我们到刚才路过那个客栈休息。为什么？日本人派人跟踪我们，必然会有传递消息的人。等到了晚上，还没收到消息，他们一定会前来。当看到这些尸体之后，他们就会断定我们朝前走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其实我们是回到刚才路过的那个客栈。这样一来，就能彻底甩掉他们的跟踪。这是后天的，是，没有明天的吗？哎呀，我问了好几个倒票子的，这一张都是费了好大劲才搞到的。你要是要的话就赶紧，要是再过一会儿，恐怕这一张都没得了。啊，这张我先要了。老板，你再想想办法，要是能够找到明天的票，我10倍的钱都愿意出的。穆景修，这是巡道街衙门孝敬咱们的，来，吃一吃。怎么了，穆青兄？穆青兄，怎么了？太规整。什么太规整了？谭鑫手上那道伤，我之前以为是不小心划伤的，可是现在想来，太规整。那说明了什么？咱们俩还要再去一趟那个饭店。多大了？15。哎，搞什么搞什么啊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进我的屋 ？Get out of here！ 是你？哎，不是那位兄台吗？怎么进我的屋了？我呀，我是 Lucky 呀。兄台，大哥，大爷，那个千万抓紧了别放手啊！小心，小心！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怎么就在这儿了呢？可我就在这儿了呀！兄台，大哥，大爷，有什么话你把我拉上去说好不好？
啊！哎呀！我不就是找了个乐子吗？又不是不给钱，你至于吗？为什么会在这儿？大爷呀，我又不是本地人，不来饭店我还能睡大街上是怎么着？我是在海外做古玩和首饰生意的，我的商号在南洋。哎，你要看我的护照不？还有我来上海时候的船票，都在我那箱子里头，你自己看看去。你什么时候住进来的？昨天晚上啊。前天晚上你在哪儿？前些天我一直住在霞飞路的饭店里头。你为什么要换到这个饭店里来？今天上午我要去给法租界工董局官员的太太们去看货，这儿离工董局近，我就搬到这儿来了呀。我这一天都在外头忙活着，刚刚忙活完，我刚刚找了个妞回来，大爷您就来了。那你为什么要住到这间屋子里来？大爷，我是来住饭店的，饭店给我哪间我就住哪间呗。我倒是想挑个门牌号带8的，人家说了108、208、308，那都住着人呢，我不能跟人家住一块儿去吧？您要是觉得我住的不合适啊，我就换一间。我还换什么？我明天我就走了，我还得去几个小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出土的好东西，我得进点货去我。哎，前天在麦齐路，我看2位舞刀弄剑的，你们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内高手吧？哎，宫里的人我也认识。每年我都要去京城1、2趟的，不少京官的大老婆、小老婆、小妾、相好的，都要光顾我的。就连王府里的格格都有不少是我的长期主顾。以后2位的大老婆、小老婆、小妾、相好的，想要买首饰，找我，奇货可居，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哎，都不是外人了啊！你们来这到底要查什么呀？我可是听到了一点风声的。哦，你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听说呀，这家饭店前2天好像不太平，租界巡捕房派了不少人来，在外面溜溜守了1夜。就这也算风声啊？前夜里这家饭店出了一宗命案啊，死人了！哎呦，那个太晦气了，死哪儿了？就在你这间屋子里。什么？就在你刚刚摔的地方。完了，这还让我怎么做生意啊？这混账饭店把这糟心的房给我住，看我老实，看我好骗，居心叵测，丧尽天良，蛇蝎心肠，口蜜腹剑。不行，我得换个房间。不行，我得换个饭店，这还怎么住人呢？我得找他们经理理论理论去。凭什么呀？啊，死了人的房间给我住，我得找他们要赔偿，赔偿我的运气，赔偿我的 lucky。来，这干什么呀？拿着吧，你住饭店的钱我替你出了。这怎么好意思？你规规矩矩的走，不要多说话，不要找饭店的麻烦就行了。兄台，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非得找这个饭店，我大闹一场。陆敬兄找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前天夜里我们检查谭仙尸体时，他的手指上有一道伤口？记得。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觉得是他自己可能不小心划伤的，又或者是跟祸行对峙时弄伤的。可是我后来想起来，
觉得是我自己疏忽了，那道伤口太过规整，而且从伤口的角度来看，很像是他自己割伤的。自己割的？如果是你，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自割手指啊？穆青兄的意思是，谭仙会在这个房间里留下血渍。谭仙没有和同盟会的人碰上面，他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留下了线索。如果我是谭仙的话，我会这么做。给谭仙送去字条，让他午夜1点去接电话的，一定是同盟会的人。而电话如期打来，则说明谭仙和同盟会并没有建立起联系。那么，谭仙手里掌握的秘密，同盟会肯定还不知道。字条是放在送餐的盘子里，那个时候女保镖已经跑出去，想要调虎离山。谭仙呢，也正准备逃跑。他这个时候收到了字条，也没有打算留着等到1点钟的电话，因为那个时候外面有我们，有日本人，还有荣天岭。继续待在饭店里只会徒增杀机。他收到字条之后就会明白，同盟会知道谭仙住在这个饭店里，这个房间里，甚至宫董局设法保下谭仙，也是同盟会的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他写下血字，留下线索。可惜啊，他正要逃跑的时候，荣天岭破秦来了，谭仙死了。留有禁坛密赞线索的信函被烧，那封信肯定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留下来的那行血字：平遥乱坟，菩提传人。菩提传人，应该指的就是南少陵的传人吧？当年向朝廷献宝的是南少陵戒律院传人卞杰的徒弟。我要是南少陵的方丈，也不会把宝图只交给一个人。禅院又不是只有一个戒律院。宝图一分为2，戒律院1份，菩提院1份，合情合理。平遥乱坟，菩提传人，活人是不会住在乱坟岗的，只有死人才会。这另一半宝图一定在菩提传人的墓里。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谭仙死了，同盟会的人还不知道，那个女保镖有可能知道。我起先就怀疑卓不凡知道，如今看来，他们一行向西而去，肯定是去山西平遥。所以啊，这帮人谁去了山西，谁就是知道这个秘密。清炒草头，哟，草头没得了。鳝糊，鳝糊也没得了。哎呀，那来条鱼吧。河豚，没得。刀鲫，也没得。石鱼，还是没得。合着长江3千你都没有呗？不好意思，先生，我来这是个小店的，能我有什么鱼？黄花鱼。这么低档。行，加上吧。油炸小河虾有没有？有的。哎呦呵！哎，是我呀！我 lucky 啊，运气好，福星高照。
昨天晚上饭店我房间里，你这什么记性啊？我穿上衣服你就不认识了？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来，喝2盅。有意思，真有意思。我跟你说啊，我这一晚上都在找饭店，法租界、日租界、公共租界，我是找了一家又一家。有空房的我看不上，看得上眼的没空房。后来我就想，明天一早啊，我坐火车走，我就想来火车站啊凑合凑合。结果这么一来，碰见你了，真是有缘，真是 lucky 呀。连黄花鱼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菜都显得好吃了。来一口尝尝。本来这个季节要吃就吃长江三鲜，可这家店太小了，什么都没有。其实吧，我也不是多喜欢吃鱼，这不是明天去山西了，那边肯定没有上海这边会做鱼。你要去山西？汾州府。你要去汾州府？对呀。程昱把这份惊叹迷人的线索留在了自己的墓穴中，这就是程昱墓穴所在的地方。今天晚上在谭谦房间里的那个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林浩瀚啊，对，他会不会是同盟会的接头人呢？他会不会已经看到了墙上的字迹？他当然最可疑。谭鑫在那个屋子里留下了线索，但凡只要住进去的人，说起来都可以。所以我放他走的时候，给了他留有我们专有印记的银票，只要他用了，我就能知道他在哪出现过。是不是抓回来稳妥些？我从墙上取下镜子之前，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镜子的周边，发现镜子和墙之间有一小片蜘蛛网。这网上没什么灰，应该是谭鑫写下血字以后，有蜘蛛爬过接下来的。由此可见，在我之前，没有人打开过镜子。如果林浩瀚看到了那行血字，蜘蛛网就应该已经被扯掉了。再说了，他要是同盟会的人，咱们进屋的时候，他应该忙着在寻找线索，而不是在抱着个姑娘寻欢作乐。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就是有缘分的啊！你看，在饭店能遇到，在餐馆能遇到，就连去个汾州府都能再遇到，有缘。你是明天走？明天一早，你不也是吗？我买的是后天的票。后天？后天走？你现在待在这干嘛呀 ？Lucky。哎，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那你说。我们2个换一下票，我有急事要赶快去汾州府。这个，我也有急事儿。你把你明天的票给我，我把后天的票给你。你在上海多待1天就是了。你的车票我可以出双倍的。3等席呀，那都是贩夫走卒、下里巴人待的车厢。你不愿意啊？你要是真着急吧，那还不如跟我走。我可是包了一间包房的。火车还有包房？当然了，还有沙发，还有餐桌，还有床呢。我就一个人，加上你，咱们2个一起上车，那么大一间包厢，咱俩一路从上海，咣叽咣叽咣叽到山西。怎么样？我看这个林浩瀚，也就是个普通商人。要是同盟会的人都像林浩瀚这副德行，就算给他们10个秘藏，他们也变不了天。美女怎么称呼？柳林。你看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咱俩真是太有缘了。哎，柳林姑娘，你去山西干嘛？我爹生日快到了，我想给他买件古玩做寿礼，所以想去平遥看看。
巧，简直太巧了。我跟你说啊，我爸就是做古玩生意的。我这次去山西呢，就是想去看一批刚刚出土的古董。你要是想买东西，你一定告诉我帮你长长眼，保证你买到真东西、好东西、便宜的贵东西。跟丢了。你一共派了多少人去盯着他？7个，都是老手。都是老手，那还能跟丢？这群废物怎么没死在外面？确实死了，4人被杀，尸体被抛至荒野。卓不凡一行人不知所踪了。在哪儿跟丢的？江苏。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专走小路，不走大路啊？追查卓不凡的有内务府的，还有日本人。换作是你，你会怎么走？既然你想得到，卓不凡肯定也想得到。他知道我们要从小路上追踪他，那他大大方方走大路不就好了？你说的没错，但这不是玩小心眼儿就可以躲过去的。内务府的只要下令把官道所有的驿站关起来，进行盘查与监视，追都不用追就会发现他们的踪迹。所以卓不凡他们只能走山路、野路和小路。那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久，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他们应该是很小心，没留下什么痕迹。不过不用担心，即使他们再小心、再谨慎，也是会留下线索的，因为他们是人，只要人走过的地方，就不会了无踪迹。这是生火留下的。他们覆盖这些东西，就是防止人们发现。要不是你说，我根本看不到。你看，这个树枝的切口多么的锋利，一个寻常人怎么会放着大路不走，而挑这条小路？又怎么会带着如此锋利的兵刃？这是剑鞘杵在地上留下的痕迹。连马粪都覆盖住了，可见他们很是小心。我们只要也小心一些，一定会有所发现的。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把马拴在了那里，坐在地上休憩，围着火堆取暖，剑靠在身上，剑鞘杵在地上。我们的方向没错，卓不凡他们的确来过这儿。而且，他们中应该有女人，坐的是马车。你看，这是一条车辙印，虽然看不太清，但可以推测出，他们是朝那个方向去的。那我们离他们还远吗？灰已经凉了。照这么说，他们离开这儿，起码得有大半天了。继续追。
大人，在屋子里面发现2箱火药，把这票反贼全都带回去。你是革命党？老子是革命党，老子就是要革你们这帮金狗的命，推翻你们那万恶的清廷。你这条狗命还攥在我手心里呢。你要是不愿意死的话，呸！好几个都像你这样，怕死吗？怕死？怕死会参加革命吗？你现在一刀砍了老子，老子眼睛都不眨一下，老子死就死了，死了，自然有其他同胞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话听得好熟啊，自古以来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啊。对，讲的没错，人不就是这样吗？是吧？生死悠悠，一气聚散而已。死真的是没那么可怕的，比死可怕的事儿多了。给他动动刑，让他们这帮的人看看什么叫比死还可怕，什么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就不信这些人个个都是硬骨头。第一个开口招供的人免死免刑，其他的就跟他下场一样。上，狗官滚！上，狗官！说，快走！嘴硬。说说。我走，我愿意找大人，大人，我愿意找，我什么都愿意找大人。还要我问呢？自己说。大人，我们确实是要起事。龙镇李九，正是1000贯，就是他们事先散布的谣言，要的就是想扰乱大人的视听，让大人以为其实是在5月11的芒种那天。那么其实什么呢？其实动手的日子是在4月29夜里，共有9路义军发起进攻，分别从西城、南城、北城起事。9路，多少人呢？听说得有300来人。听说？小的只是听说呀，大人。我们也是听令行事。听谁的令？同盟会。你们都是同盟会。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给同盟会干活的。大人小的一时糊涂呀，求大人指条明路呀，求大人指条明路呀，大人，求大人了，大人指条明路。大人饶命啊，大人。有电话。喂，父亲，正如父亲安排的，昨夜内务府已经将棉花胡同的那帮乱党给抓起来了，而且是存清亲自审讯的。做得干净吗？父亲放心，绝无任何纰漏。不错，父亲过誉了。虽然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存清这只老狐狸，足智多谋，看穿咱们的障眼法，也是说不定的。是，我一定会小心行事。父亲，明日你和乌兰山就应该回来了吧？是啊。好，我去接你们。
见过大人。免礼。大人突然来了上海，是为何？我是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来的，京沪一带的官员都知道了。大人如此是出了什么事儿？齐亲王在哪儿？你知道吗？此刻他正在上海呢。据说他是因为参加一个亲戚的什么婚礼到上海来。他有什么亲戚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和硕亲王亲自驾临？我猜，他是用这个当理由，来跟那些谋反者秘密会面。所以我这一路来就是高调来沪，就是希望他能有所顾忌。大人深谋远虑。另外一件事情，我是来跟你说的。昨晚上内衙抓到一伙谋反的逆贼，觉得蹊跷。是觉得可笑。没错。他们说的日子跟天照谣言里面说的日子完全不同。漏洞有一个就足够了。大人抓到的这个反贼，没有供出何为龙镇李九，也没有提到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佐证。对。先前我们查到了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就是谋反起事之日释放信号的关键点，而真正的谋反者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被抓到的人说不出来这一点，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说他们是假的，是谋反者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目的是为了扰乱内务府，让大人您难以防范。那来的路上我也是这么想，我在想这个谋反者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敢问大人，如果您相信了谋反者的话，您将会如何打算？对，如果我把抓到的这些人当成是真的的话，那我就会沿着线索去查，在时间都不够的状况下，我还会去全力追查这9路根本不存在的义军，甚至于还会把你、把葛泰、把所有的侍卫都调回京师，那就上当了。属下大胆妄断，这就是谋反者真正的目的。你现在正在追击卓不凡他们，还要再找净坛密藏。如果把你调回京师的话，得到最大的便宜的就是卓不凡他们。所以这些幕后主使者，他是完全不希望你去追查净坛密藏，因为他怕你啊。正如大人先前所料，这卓不凡其实就是在为谋反者卖命。这个幕后主使者，就是齐亲王。自从宣统帝继位，载沣王爷摄政之后，朝廷是岌岌可危，而齐亲王又接连地提出一些议案，并没有被皇宫的内阁所支持，然后他就开始私底下活动，跟北洋过从甚密，跟各国使节互相交往。齐亲王的才能足够他发动政变。但是政变容易，稳定难呐。稳定是需要大量的财富。如果让齐亲王找到了这个净坛密藏，那他就什么都有了。那如此说来，卓不凡是不是已经快要找到净坛密藏了？如果属下分析没错的话，卓不凡确实已经快找到密藏了。那现在抓不抓卓不凡，找不找这个幕后主使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找到净坛密藏，这才是最实际的。母亲，你过来。这是内务府的金令牌，过关的文牒，凭着他们可以调动朝廷在地方的任何力量。从现在开始，你啥事儿别管，专心寻宝。记住，这个事儿不要告诉任何人。毕竟，大清是因为缺钱才会去找净坛密藏，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属下懂得。万一事迹败露，内务府会跟你切断一切关系，哪怕你死了，都会追加治罪，以维护朝廷颜面。明白。好，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属下正打算去山西。平遥乱坟，山西平遥。
当年内务府派出去的最后一批大内高手就是到山西，然后在净坛秘藏的资料里面看到，这批寻宝的高手也是在山西打住的。还有这回事？大人，那记录上都有一些什么？可以依据的内容并不多呀，就提了这么一行，说他们到了山西之后，遇到一个混迹在介休、平遥之间的盗墓组织，他们叫铲子。铲子？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若是上一次寻宝的线索止于山西，而这一次线索又指向山西，看来不是巧合了。应该不是。所以这个净坛秘藏十之八九就在平遥，只要你找到了菩提传人的墓穴，可能就会大功告成了。但是穆青，不管怎么样，你找不到，不能让别人找到，你要锲而不舍呀。这，大伙赶紧吃，吃完连夜赶路。不烦，天都快黑了。咱就在这落脚得了呗。师兄，稳妥起见，咱们还是连夜赶路为好。这都赶了1天路了，我倒不用休息。可你看看师娘，脸都煞白了，在这住1天又能怎样？你没事吧？没事。掌门说的对，在一个地方耽搁太久了，总归是有危险的。往前走，怕是要走到深更半夜才能找到客栈。我无所谓，听你们的，走呗。戴斯，吃肉。你是不是？是。那我们到前面那个客栈休息一下。你是不是想连夜赶路？这一路上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太多了，如果换做我来追的话，很快就能追上。就比如刚才那个客栈，只要打听一下我们并没有留宿，就会到下一个客栈找我们。那我们不要休息了，继续走。还是算了吧。如果他们想追上我们的话，最起码也要半天的路程，而且大家都累了。我也不想看你这么辛苦。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你可以不用这么忍。也希望我们以后都不用这么忍。累了吧？哎，兄弟啊，麻烦问一下啊，今天有没有来过穿着灵犀服饰、操着奇怪口音的人？有啊，刚刚是吃过饭。咋了？你认识他们啊？是，认识。他们什么时候到的？就是天没黑的时候，吃完就走了。他们没说在这儿住去吗？俺也以为他们会搁这儿住呢，哪知道吃完饭就走了。这往西还有其他客栈吗？往西2、3村里还有一家嘞，那是村里的客栈，可不比俺这儿。好嘞，谢谢啊。哎，您慢用。哎，我们离卓不凡很近了。是，很近。我猜他们今天晚上应该会在西边的那家客栈落脚。那我们赶紧赶过去，天亮之前就能追到他们了。嗯。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下，好好睡一觉。你要把我扔下？不是扔下，是你跟着我实在是不方便，而且你跟着我，我总会束手束脚。李姑娘，你别说了。你就踏踏实实住下，等明天我们在这客栈会合。你一个人？我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他们，但带着你也一样没用。行了，就这么定了。